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核销战竞品艺人，必证明票房；圈里对新人辱骂动手扇耳光。想问问豹姐，许我要演播这么火，有新公司找露丝了吗？没有，他跟现在公司的合约定得很死。违约金9位数，其他公司假如帮解约，是需要替他垫付这笔违约金的。这么大一笔资金，现在没什么公司愿意拿出来，况且赵露思也不想签新公司。现公司现在跟他聊了一些，但还没谈妥。豹姐，问问关宏立场，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不管私下还是明面上，永远自称中国人。希望弯弯早日回归，现在大部分时间也待在内的，还申请了内地身份证。新年发大财的豹姐，娱乐圈里对新人辱骂、动手扇耳光是不是挺常见的事情？以前好像很多艺人还没混出头的时候都被暴力对待过，这几年新人胡咖的处境会不会好一点了？不太会被暴力对待。10几年前的确经常听说老戏骨借着教训人抽新人耳光的，不过这几年几乎没有听说过了。一个是现在的大部分新人从小家庭条件优渥，他们大部分遇到这种事都不会忍着，就算不敢还手，事后也一定找机会暗搓搓讲出来，给自己搞点热度。所以那些老牌艺人顶多骂2句，打人是不敢的。豹姐，诚意核销战是完完全全的竞品艺人吗？最近看2家粉丝一直在撕，其实他们俩并没有竞品的特别厉害，资源没什么重叠，粉丝互撕是因为今年俩人各有一部戏播出，粉丝们之间拉踩了一番，然后关系就恶劣，从剧到演员都互相造谣，最后把关系彻底搞僵的。豹姐看了国庆档的《必证明》，觉得不错，但票房不高。这电影需要票房多少才能回本？制作成本在4000万上下吧，在电影里面属于中小投资的项目，票房需要1亿以上才能回本。目前上映5天累计3000多万，想要回本还是比较困难的。在纷繁复杂的娱乐圈里，关于明星之间的竞争、片场的潜规则与行业生态，总是充满了外界的好奇与猜测。而最近几则关于赵露思、关宏、诚意与肖战等人的话题，再一次把人们的视线拉回到这个光鲜却暗潮涌动的圈子。赵露思与新公司传闻9位数违约金背后的博弈。许我要演热播后，赵露思无疑是当下最炙手可热的女演员之一。甜美外形加上稳定的演技，使她在年轻观众中人气极高。可就在外界纷纷猜测她是否会跳槽签新公司，寻求更大发展时，现实却没那么简单。消息指出，赵露思与现公司的合约相当严格，违约金高达9位数人民币。这意味着，就算有公司愿意接手，也得先掏出上亿资金帮他解约，这样的风险与成本，即便对一线娱乐公司来说，也是一场豪赌。更关键的是，赵露思本人目前并无强烈换公司的意愿。她深知现阶段合约虽苛刻，但公司在资源、宣传和舆情保护上仍具备一定能力。从商业角度看，这笔违约金不仅是一种限制，更是公司维系核心艺人的保护伞。在流量时代，艺人合约已不只是合作文件，更是资本链条上的锚点。赵露思若真想换赛道，恐怕要等到合约临近尾声，或新项目成绩足以撬动投资方信心的那一刻。关宏的立场与转型。来自台湾的关宏，早期以流星花园 F4 之一出道，凭借温柔俊朗的形象吸粉无数。但随着大陆娱乐圈的市场重心不断强化，他逐步选择将事业重心内移。关宏的立场话题曾引发网络关注。实际上，从近几年他的发言与行动来看，
无论公开场合还是私下交流，他始终明确自称中国人，并表示希望台湾早日回归。此外，他长期居住在内的，甚至已经申请了内地身份证，这无疑是一种态度的表态。这类艺人身份的归属明确，对事业发展尤为重要。文化交流与政治敏感度高的当下，立场模糊往往意味着风险，而关宏的坚定也使得他在业内口碑不错，逐渐从偶像演员转型为实力派。娱乐圈的暴力往事，从教训新人到新人不吃亏。圈里有人骂人打人是真的吗？这是很多吃瓜群众都会问的问题。事实上，在10几年前的娱乐圈，这种事确实屡见不鲜。一些老戏骨或资深导演，仗着资历与地位，常以教育新人为名，对后辈进行言语甚至肢体上的羞辱。某些演员在拍戏时被骂哭、被扇耳光、被当众训斥的故事，几乎每年都有流出。不过，时代在变，如今进入圈内的大部分新人，家庭条件优渥，教育水平高，他们早已不是逆来顺受的那一代。面对不公待遇，他们或当场反抗，或事后通过舆论反击。尤其是自媒体兴起后，曝光成为一种隐形的权利。一旦有人在剧组施暴、辱骂，他很可能第2天就会被爆料上热搜，形象与事业瞬间受损。正因如此，如今的片场虽然依旧有权力不平等，但公开打人、骂人的情况几乎绝迹，顶多是一些言语上的冲突，或暗中使绊子的小动作。有趣的是，部分新人甚至反其道而行之，他们会故意放出我曾被欺负的信息，用以塑造坚韧奋斗的人设，反而能赢得观众同情。这种受害营销也成为当代娱乐生态的一种新现象。诚意与肖战被粉丝误读的竞品关系。最近2位人气男演员诚意与肖战又被拉上了对立面，两家粉丝在社交媒体上互撕拉踩，从剧到代言，从收视到口碑，无所不占。但实际上，业内人士都知道两人并非真正的竞品艺人。首先，从资源角度看，两人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线。诚意主攻古装、仙侠与权谋剧，擅长细腻表演与情绪表达；肖战则兼顾现代剧与影视综，路线更偏向主流与商业化。他们的项目、代言、品牌定位几乎没有重叠。真正让粉丝对立的是，今年两人恰好各有一部热门剧上线，在播放期内撞档，对比自然激烈。双方粉丝在数据榜单、口碑评分上你追我赶，最终演变为全面互撕。更夸张的是，一些自媒体为了流量，刻意制造对立，如谁演技更强、谁更敬业、谁压谁翻等话题，一时间让本不冲突的两位演员被架在了舆论的对立面。业内人士评价，这种粉丝战争对演员本人反而是损耗。艺人之间多数并无私人恩怨，甚至私下相互欣赏。真正的竞品关系往往只存在于资本方、项目方和舆论平台之间，他们需要竞争叙事来制造热度，必证明票房难回本、中小成本电影的现实困境。今年国庆档必证明是一部口碑尚可的现实题材电影，影片制作成本约4000万元人民币，属于中小投资项目。按业内标准，这类影片要想回本，通常需要1亿元左右票房。截至目前，影片累计票房约3000多万，表现虽稳但远未达到盈亏平衡点。以现有走势推算，最终票房或落在5000万左右，也就是说距离回本仍差一大截。为什么口碑不错的影片却难以盈利？原因主要有3：题材限制观众面，现实主义题材不像古装或喜剧那样具备广泛吸引力，观众结构更集中；宣发资源有限，中小体量影片往往拿不到头部宣发渠道，曝光度低，话题度不足。院线排片被压缩，
大制作影片占据黄金时段，必证明即便想靠口碑逆袭，也缺乏足够的场次支撑。不过，业内人士认为，这类影片仍具备长尾价值，凭借良好口碑，有机会在网络平台二次爆发，收回部分成本。如今影视市场越来越看重后期版权变现，而非单一票房成绩。娱乐圈的镜像与真相，从赵露思的合同枷锁到关宏的立场选择，从诚意与肖战的粉丝战争到必证明的票房现实，每一个话题都折射出当下娱乐行业的真实生态。这个圈子表面上光彩照人，实则是资本、名利、舆论的多重角力场。新人不再任人宰割，老戏骨也不再赶适才凌人，流量竞争愈演愈烈，但理智的观众开始关注作品本身。而无论是演员还是观众，都终将在时间的筛选下回到作品说话的本质。毕竟，在娱乐这场盛宴里，能被留下的永远不是喧嚣的八卦，而是沉淀下来的实力与真诚。